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手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你想想看哦，一场才17分钟的演讲，真的有可能让一个美美无闻的家伙一路冲上权力的顶峰，甚至改变整个世界的格局吗？听起来很扯，对吧？但今天我们就要来拆解一个真实发生过的传奇案例。时间回到2004年，当时的巴拉克·奥巴马不过是个伊利诺州的州参议员候选人，真的没什么人认识他。但他就是靠着这场演讲，一夕之间成了全美国最炙手可热的政治明星，还帮他4年后直接住进白宫，铺好了最后那一段路。这到底是怎么办到的？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深入拆解这场演说背后的沟通魔法。OK， 那今天这个分析啊，我们会分成5个部分来走。首先，我们会先回到2004年，去感受一下当时的历史舞台是什么样子。再来，我们会拆解他如何运用个人故事的力量来快速建立信任。第三，我们会分析他那些团结人心的语言到底厉害在哪。第四，我们会深入聊聊他提出的希望的政治学是什么。最后，当然就是要看看这一切到底带来了多么深远的影响。好，让我们先把时间拉回到2004年，那个时候的美国气氛真的不太好，整个国家可以说是充满了矛盾跟分裂。你想想，911恐怖攻击的创伤还在，伊拉克战争的争议又闹得沸沸扬扬，整个社会就是弥漫着一股不安跟对立的气氛。那时候的媒体跟政治人物最喜欢讲的就是所谓的红州跟蓝州，用颜色来区分共和党跟民主党的地盘。那种感觉就好像美国已经分裂成2个完全无法沟通的平行世界了。就在这个气氛超紧绷的时刻，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走上来一个当时大家根本没听过名字的年轻人，他就是巴拉克·奥巴马。他自己一开口也承认，他能站在这里本身就是一件相当不可思议的事情。这句话说得很实在，因为对当时绝大多数的美国人来说，这真的是他们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第一次看到这张脸。所以你想想看，这场演讲基本上就是他唯一一次机会向全美国甚至全世界介绍自己。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如果你是他，面对台下几万个完全不认识你的人，你要怎么在最短时间内让大家愿意听你说话，甚至相信你？奥巴马的第一招真的非常高明，就是把他自己独一无二的个人故事，完美的融入了那个最宏大的美国梦叙事里面。他这不是在讲自传哦，他是在建立信任。这在沟通学上我们叫它 ethos， 也就是你这个人的人格魅力或信誉。因为在政治上，听众相信你这个人，往往比相信你说的政策来得更重要，对吧？他是怎么做的呢？首先，他讲了他爸爸的故事。他说，他的父亲来自肯亚的一个小村中，从小的工作就是放羊，在很简陋的铁皮屋里念书。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这段描述立刻就在听众的脑海里建立起一个非常鲜明的影像，一个来自遥远国度、出身非常卑微的起点。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外来移民远渡重洋、追逐梦想的故事开头。但重点来了，他马上话锋一转，开始讲他妈妈那边的家人，他的外祖父母。他的外祖父是珍珠港事件后就马上报名参军的爱国青年，跟着巴顿将军在欧洲打仗。他的外祖母则是在家乡的工厂里亲手组装轰炸机。你看，这是不是瞬间就把他的故事拉回了最经典、最核心的美国经验？二战英雄，爱国奉献，战后靠着福利法案成家立业，这根本就是美国伟大时代的标准剧本。这个对比，哇，真的是教科书等级的操作。他不是在单纯的说我爸爸是非洲人，我妈妈是美国人，他其实在传达一个更深刻的讯息。我的身体里同时流着未来移民的奋斗血液和本土美国人的爱国基因。他透过这个故事，把自己塑造成了美国大熔炉这个理想的化身。所以不管你是谁，是新移民还是老美国，你都能在他身上看到
自己的影子，找到可以共鸣的点。其实说穿了，他整个个人故事的核心就是要体现美国的国家格言 "E pluribus unum"， 意思就是合众为一。他用自己家庭活生生的历史，完美演绎了这个概念。来自不同背景、不同大陆的人，可以共同拥有一个美国梦。他根本不用跟你讲大道理，因为他整个人，他的家庭故事，就是合众为一的最佳证明。我们继续聊下去。OK， 信任建立起来之后，奥巴马就要开始处理当时美国社会最头痛的问题了。没错，就是分裂。他的策略就是使用一种精心设计过的语言来打破对立，团结人心。那时候啊，你打开电视，所有人都在讲红州对抗蓝州。你看他多聪明，他不是喊口号说大家要团结，而是用了非常具体、充满人情味的例子来反驳。他说，我们在兰州也一样会去当少棒队的教练，我们在洪州也一样有同志朋友。他用这些再日常不过的生活细节，巧妙地瓦解了那些冰冷僵硬的政治标签，因为这些事情跟你是哪个党的一点关系都没有，对吧？这就是生活嘛。接着，整场演讲的最高潮来了。他用非常坚定有力的语气说：“没有一个自由派的美国和一个保守派的美国，只有一个美利坚合众国。”这句话一出来，掷地有声，直接点出了他团结讯息的核心。然后他接着说：“没有黑人的美国、白人的美国、拉丁裔的美国、亚裔的美国，只有一个美利坚合众国。”你看他这个排比句用得多好，层层递进，那个力量感啊，真的非常强大。从沟通策略上来看，他这段话的真正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所谓的想象的共同体。听起来很玄哦，但其实意思很简单，它就像是在对每个人说：嘿，我们先暂停一下，别管我们哪里不一样，想想我们共同的地方是什么，我们都是美国人。他很厉害的把整个政治对话的框架从冲突与对立，直接转变成共享的价值与命运。OK， 有了信任，也有了团结的基础，最后就要端出整场演讲的灵魂咯，那就是希望。奥巴马后来会被叫做希望的候选人，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不过他讲的希望跟你我想的可能不太一样，它不是那种明天会更好的空泛口号，而是一种充满力量，要求我们采取行动的政治哲学。他自己也很清楚，所以他特别强调，我说的不是盲目的乐观，不是那种闭上眼睛问题就会自己不见的天真想法。他接着提出了一个词，叫做 the audacity of hope， 我们通常翻译成无畏的希望。Audacity 这个字其实很有意思，它不只是勇敢，还带有一点点胆大包天、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感觉。这个词后来也成了他畅销书的书名。那到底什么是无畏的希望？阿修帮大家拆解成3个层次，你马上就懂了。首先，这个希望是有根的，它的根扎在历史里。他说，这是当年奴隶们在黑暗中唱着自由之歌的希望。再来，这个希望不是叫你逃避现实，恰恰相反，它要求你睁大眼睛看清楚现在的困难。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它是一种相信人定胜天的信念，相信只要大家一起行动，就一定能迎来更好的日子。那光是讲困境还不够，要怎么让大家感同身受？奥巴马用了2个非常聪明的数字。他提到伊利诺州有些工人失业后，竟然得跟自己的小孩去抢那些时薪只有7块钱的工作，时薪7块美金，你想想看，这个数字有多让人心酸。再来一个更震撼的，他讲到一位父亲烦恼着要怎么支付儿子每个月高达4500块美金的药费，4500块耶！这个惊人的数字让当时美国健保体系下的那种绝望感瞬间变得无比真实。你看，这就是数字的力量，它不是冷冰冰的报表，而是能让人瞬间共情的工具，把抽象的困境变得具体又刺痛。
好，讲了这么多演讲的技巧，那么回过头来看，这短短17分钟到底带来了多大的改变？我可以很直接地说，这不只是一场演讲，这根本就是奥巴马的人生火箭发射器。我们拉一条时间轴出来看，真的超级夸张。2004年，他发表了这场演讲，一炮而红，从一个地方政治人物变成全国级的明星。仅仅4年后，2008年，他就坐进了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这速度简直是坐火箭啊！所以也难怪，到现在全世界所有教沟通、教演说的课程，都一定会把这场演讲当作圣经来分析。好，那在结束之前，阿修帮大家简单整理一下，从这场神级演讲中，我们可以偷学到哪几招沟通心法，这些都很实用哦。第一，你的故事就是你最强的武器，一定要把你的核心讯息跟你自己的个人故事绑在一起。第二，别老想着我们哪里不一样，多去谈我们一样的地方，找到共同的价值观，远比强调差异来得更有力量。第三，不要讲空话，要把希望这种很虚的词变成大家听得懂、可以跟着做的具体行动。第四，善用具体的例子和数字，一个好故事胜过千言万语。最后，也是最高级的一招，让你的小故事成为一个大故事的一部分，把我的故事连接到我们的故事。这场演讲真的可以说是永远地改变了历史的走向，但也留下了一个问题给我们。在今天，这个社群媒体把我们切得更碎，演算法让我们只听得到同温层声音的时代，还会出现下一场这样的演讲吗？下一个能够团结所有人、改变世界的声音，又会是什么样子？这个问题真的值得我们好好想一想。总结下今天的重点，我们拆解了奥巴马2004年的传奇演说，看到了故事、语言跟信念这3股力量结合起来，可以有多么巨大。它不只是一场政治演说，它根本就是一堂价值连城的沟通大师课。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